欢迎您收听民间恐怖故事。今天的故事呢，来自名叫小李的网友，咱们的故事就以小李第一视角讲给大家。小的时候呢，自己脱鞋睡觉的时候，家里人都会走过来帮我把鞋子鞋尖朝外摆放好了，并且不厌其烦地嘱咐我说不要把这鞋尖对着床。我当时不以为然呀，认为这又是什么封建迷信之说呀。直到长大以后，有一天奶奶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，让我听后不禁一身冷汗。睡觉前呢，总要先记着把鞋子摆放好，不让鞋尖对着床。奶奶很小的时候她妈妈呢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，她的爸爸也就是我太姥爷独自把她拉扯大。太姥爷整天忙着地里的农活，没有时间和精力教奶奶什么礼仪禁忌等等等等，这也就造成了奶奶比较随性的性格。有一天奶奶随太姥爷去山上砍柴，到了傍晚时分才从山上下来。这时候奶奶已经饥肠辘辘了，肚子饿得不行。他们下山的时候，路过了一片坟地，供桌上摆放着各种祭品这奶奶趁太姥爷没注意的时候，偷偷拿了2块点心塞到了衣袖里边，等到了家就迫不及待地把这点心给吃掉了。到了晚上入夜时候，奶奶把鞋子随便一脱，躺到床上就睡着了。这当时她也并没有注意到她的鞋尖是正对着床的。这一晚上，奶奶睡得昏昏沉沉的，想醒却醒不了，眼皮沉沉的，噩梦连连。恍惚中，好像有一个白衣女子躺在她的床上。这奶奶想推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。最后总算熬到天亮，终于睁开了眼睛，但是呢，却无精打采，没有精神。1天2天，粗心的太姥爷并没有注意到奶奶的变化，只当是小孩子嘛，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，精神不好的时候。可是1周过去了，奶奶是越来越虚弱，竟然没有办法起床了。这一下子太姥爷就慌了可医生检查了半天，却始终没有检查出各种问题来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就是不知道这孩子为啥起不来了。大夫呢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。太姥爷急了，这好好的孩子怎么可能说病就病了呢？既然医生看不出来，那咋办呀？得，找了一个神婆给瞧瞧吧。在农村这孩子又调皮，担心冲撞了哪路的神灵了。神婆很快找来了，她呢也是本村人，自然尽心的给奶奶瞧。她拉起奶奶的手，嘴里边嘟囔着一些听不懂的话，并用手指呢在奶奶的手心画着什么。等这一顿忙活完了，她站起来对太姥爷说：你家的娃娃拿了山中女鬼的吃食了，他呢就跟着你家娃娃回来索要。刚好晚上娃娃脱鞋的时候，鞋尖对着床，这女鬼能穿上鞋爬上娃娃的床，这每天呢在床上吸食娃娃的阳气。你要是再晚点找我的话嘿嘿，怕是你们家娃娃就保不住喽。太姥爷一听，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忙问神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破解神婆走上前去扶起他说：别怕我已经诵了经了，现在这女鬼已经离开娃娃的床了。你找到那个女鬼的坟地，好菜好肉，道歉祭拜一下娃
自然就能清醒了。太老爷仔细回忆了一下，想起那天奶奶回来路过的那片坟地，当时呢，就觉得奶奶鬼鬼祟祟的，却没有多想。没想到奶奶竟然冲撞了女鬼了，赶紧这买好贡品来到那座坟前，又是磕头又是认错的，盼着女鬼能放了闺女。等老爷回家一看，哎呦喂，这奶奶竟然已经好好的坐在门口，满脸笑容的等着他了。从此奶奶就记住了，再也不去拿给亡人准备的东西了。睡觉的时候仔细摆放鞋子，鞋尖再也不对着床了。那么你回想一下，你睡觉的时候鞋尖对着床吗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故事来自网络，不足为信。更多精彩内容订阅关注，别忘了